话说上回，延康国师携雷霆之威，镇杀了那尊祸乱天波城的都天魔王。硝烟散尽后，他便找上了此事的始作俑者太学博士秦牧。国师神色平淡，开门见山就问：这尊魔神究竟是谁唤出来的？秦牧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是一派无辜，正色道自己也是刚到此地就逢大乱，差点丢了小命，实在冤枉。一旁机灵的小狐狸胡灵儿赶紧帮腔，说他们是从利州江上飘过来的。延康国师也不深究，只是淡淡点出天波城守军死伤无数，召唤魔神之人立下大功，足以升到正四品，但同样城中百姓伤亡惨重，这份罪孽也足以让此人日后被清算，革职流放都是轻的。这一番话听得胡灵儿立刻改口承认是自家公子所为，又马上吓得闭了嘴，生怕说多错多。国师这才露出一丝笑容，道出自己的处置方案，将此功过压下，既不表功，也不问罪。秦牧闻言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国师望着满城疮痍，罕见地对秦牧吐露心事，说起自己为了变法，杀了无数只动嘴皮子的清流，深知即便变法成功，也难逃后世骂名。他甚至怀念起一位已故的道友，神情黯然。这番推心置腹，反倒让秦牧有些毛骨悚然，生怕被灭口。国师却似看穿他心思，直言秦牧是个安全的倾听者。一来他不在朝堂，二来他那天魔教主的身份，说出去的话也没几个人会信。此时几位将军前来复命，天波城已平定。国师向众人介绍了秦牧这位当朝第一位太学博士。几位将军见秦牧相貌堂堂，气度沉稳，不由赞其年轻老成。寒暄过后，延康国师面色忽的一摆，轻咳两声。众将担忧其伤势，他却摆手表示无碍，随即开始调兵遣将，剑指南疆叛军。他命柱国将军和萧鹏前往南疆传话，给那些乱党两条路：一是大军压境，踏平一切，列教灭门；二是按江湖规矩，划地而战，生死各凭本事。可将军略有迟疑，担心江湖规矩险恶，恐遭暗算。国师却淡然一笑，言明自己入朝前亦是江湖中人，何惧之有。接着他又连续下令，命为柱国、魏国公、冠军大将军等分路进军，形成泰山压顶之势，横推向南，务必让叛军感到窒息般的压力。安排妥当，众将领命而去。魏国公这大嗓门临走还不忘打趣，让秦牧这小神医给国师治治他那张死板脸，还爆料自家夫人曾偷偷去找秦牧看病，惹得国师尴尬咳嗽。待众人离去，国师便要求秦牧必须跟随自己前往南疆，理由是需要他疗伤。秦牧心里叫苦，这分明是把自己当成了诱饵和靶子。国师此行摆明了是要以自身为诱，逼南疆那些高手前来行刺。所谓两条路，其实只给了对方一条路来杀他。可国师之命难违，秦牧只得答应。国师抬手施展神通，火云腾空，化作沈万云、岳青红、云缺、司云香等人的名字和指向箭头。不久后，这几位世子便带着伤痕，与扛着龙麒麟的狼奴一同匆匆赶来。见到国师，几人都是心中忐忑，生怕被追究召唤魔王，引发大祸的同党之罪。国师却只是瞥了他们一眼，目光在龙麒麟身上停了停，微微颔首。秦牧赶忙取出龙涎为大家疗伤，胡灵儿还想趁机做生意，被秦牧制止，言明此次历练中为大家治伤是分内之事。秦牧将众人聚拢，面色凝重地告知历练任务变更，需随国师深入危机四伏的南疆敌境，并言明其中凶险，若有不愿者可自行离去。沈万云等人正自犹豫，延康国师一句路上可指点你们修行，顿时让所有人眼睛发亮，连最胆小的云缺和尚也摩拳擦掌，要度化刁民了。秦牧暗自摇头，深知这趟路是真正的九死一生。众人随着国师不紧不慢地向南而行，后方延康国的铁甲洪流越过他们，滚滚向前，营造出大战将临的肃杀氛围。秦牧抓紧机会向这位学究天人的国师请教修行难题。他直言，五要境界相比灵胎境界似乎有些鸡肋，空有修为增长，却难发挥真正威力。沈万云等人也深有同感，凝神静听。延康国师闻言，竟露出惊讶神色，感慨这一届的国子监教学未免太过浅薄。他详细阐释，五要神藏对应天上五行星君，
乃是君王级的神奇，并非摆设。当修士催动功法，与天上五曜星力共鸣，便可初步掌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。而五曜星君入主各自星宫，便意味着修士能将这五行之力与自身元气结合，使元气具备多种属性。言罢，他信手演示：金遁，草木疯长，大浪拖人，火云再行，土石成球，五行变化，生生不息，看得众人目瞪口呆。国师进一步指出，常见的青龙、朱雀等元气，并非单纯的木、火属性，而是内蕴五行玄妙。他见众人仍似懂非懂，不由叹道：是我教过的最差一届。秦牧心中明悟，不是他们太笨，而是国师这等500年一遇的旷世奇才，悟性太过逆天。寻常天才与之相比，却有天壤之别。为了让众人理解根基的重要性，国师以2个三角形作比，形象说明若在五曜境界根基不牢，初期一点微小差距，随着境界提升，到神桥境界时实力可能相差近半，生死相搏只需1-2招便见分晓。而他自己的线则是远超同柴的独一无二的高度。随后他点出几部可夯实五曜根基的功法典籍，如振兴纪要、五行参斗等，著作者皆是当朝一品神桥境界的教主级人物。这番话，尤其是关于五曜本质的阐述，如同醍醐灌顶，让秦牧瞬间想通了许多关窍。他猛然醒悟，天魔教大御天魔经中那些看似散乱、不甚起眼的功法，并非鸡肋，很可能正是系统修炼各个境界的诀窍所在。360堂各有所修，原来奥妙在此。他立刻沉浸在感悟中，尝试将大御天魔经里五曜相关的5门星君真功融入自己的霸体3单功。一路上，沈万云、司云香、岳青红、云缺乃至狼奴都抓紧机会向国师请教各自修行疑难。国师倒也耐心，有教无类，知无不言。只是他讲得太快太深，众人往往需要更多时间消化，又不敢明说，生怕再被嫌弃。胡灵儿也凑热闹，要教国师妖修之法，结果反而被国师反向指点了一番造化灵功的奥秘，成了互为人师。就在众人消化所得时，异变突生，秦牧周身气息暴涨，火云缭绕，头上竟长出牛角，鼻孔喷火，身躯膨胀，肌肉隆起，眉心开眼，身后还垂下了牛尾巴，活脱脱变成了一尊脚踏2条火龙的萤火星君模样。胡灵儿吓得直叫公子现了牛精原形。严康国师却看出，这是秦牧将造化功与五曜火行功法融合产生的神话现象，并非变妖，而是暂时获得了部分神奇形态与威能。只见秦牧足踏火龙，挥手间无数火球浮现，火球中又迸发出道道火焰剑光，施展的正是于渊国正统的落日剑法，并融入了火系法术之威。国师赞叹，以此状态，秦牧已可力敌6合境界的神通者。演示完毕，秦牧恢复原状，只是摸着火辣辣的屁股暗自嘀咕，仿佛被谁抽了几鞭子。他自然不知，那是自己神话时牛尾巴甩的。一行人翻山越岭，来到一处瀑布深潭边，潭边竟有一蓑衣老者垂钓，身旁还有个半大孩子不停地往水里扔石子捣乱。老者身边还站着一头神俊非凡、头生枝插尖角的雄鹿。秦牧等人立刻察觉不对，这荒山野岭岂是正经钓鱼之所，分明是拦路之人。果然，云缺上前问讯，老者笑言：“鱼这不就来了吗？”严康国师走上前，与老者言语交锋。老者将严康国师比作搅浑水、吃小鱼的大鱼，自己则是来垂钓的。国师则反唇相讥，将门派比作吸附在鱼身上的水蛭，自己此行是为下猛药除水蛭。话不投机，无需多言。老者起身，让身边熊孩子退到山那边。严康国师也让秦牧等人翻山回避。秦牧虽想观战，但也知这个级别的战斗，波及之下他们绝无幸免，立刻带众人翻越高山。那熊孩子骑着雄鹿跟了上来，自称名叫王木然，来自一个名叫小玉京的神秘圣地。他直言师父是受人请托，前来会一会行魔道之事，欲灭天下教门的严康国师。在秦牧等人眼中正道凛然的国师，在王木然口中却成了魔头，而他们则成了朝廷鹰犬。这让秦牧深刻体会到正反往往取决于立场角度。不久，严康国师独自走来，对王木然平静道：“你去为他收尸吧，他生前说本事都传给了你，很好，好好练。”王木然如遭雷击，哭喊着奔向瀑布。
他抱起师父遗体，驾路追上众人，悲愤高呼定会报仇。国师却极为认真地叮嘱他，报仇之前务必先将师父的本事传授下去，莫令其绝后。王木然含恨离去。国师对众人道：“小玉今来历古老神秘，与世无争，此番是被人请出来试水的。”他感慨闭门造车亦落后于时代，叮嘱众人欲成高手，必须行走世间。秦牧心知这场针对国师的生死争斗已然正式拉开帷幕。众人抵达前线城池离城时，战事已毕。秦牧按国师要求，为治疗其复杂伤势，在城中10几家药铺分别抓取药材，故意混杂，以掩人耳目。当夜在县衙，他熬炼药汤药膏，一夜之间倒掉7盆药渣。次日休息半日后，队伍继续南下。然而他们的一切举动都被一双眼睛牢牢盯住。离城药铺中，一位号道全真人的中年儒士仔细研究了秦牧的所有药方，又命人捡回那7盆药渣，经过缜密分析，竟将秦牧用以迷惑外人的杂乱药渣成功分离，反向推导出了秦牧真正的治疗思路和用药。他炼制出7种对应药物，不禁对这位小神医的医术赞不绝口，断定照此医治，短则20日，长则半年，延康国师必能痊愈。道全真人带着这7味成果，飞越数千里，来到南疆叛军核心聚集地大理城罗光寺。寺中以一位头戴青铜面具的男子为首，聚集了10多位教主级人物，包括曾参与伏击国师的3位老怪物离情公主裘蝶衣、三奇宝宝主车正离等。道全真人将药物一一摆出，详细解说每一味药对应的伤势：魂魄伤、火毒外伤、蛊毒、神藏内伤、隐疾。最终结论与叛军预判一致，延康国师伤势未愈，但有小神医在侧，恢复速度会很快。青铜面具男子趁机询问众人，面对国师给出的2条路，作何选择？大行台尚书马连山认为，战场非江湖门派所长，应以己之长攻彼之短。离情公主裘蝶衣更是以200年前战绩流派被国师一人打残的论战就是为鉴，直言若按江湖规矩单打独斗，恐重蹈覆辙。他目光冰冷，提出毒计，假意答应江湖规矩，约定地点，待国师到场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围攻击杀。唯有如此不择手段，除掉延康国师这根支柱，延康国便不足为惧。此言虽有少数人觉得违背江湖道义，但在大局和仇恨面前，逻辑寺中的各方势力最终纷纷赞同。道全真人暗自摇头，心知此例一开，江湖规矩崩坏，再难回到从前。一张针对延康国师的致命罗网已然悄悄织就。而带着秦牧等人看似悠闲走向南疆深处的延康国师，对此是否已有预料？他重伤未愈之躯，又将如何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毫无规矩可言的围杀？秦牧和太学院的士子们被卷入这滔天巨浪之中，他们的南疆之行注定步步杀机，生死难料。